人人都笑话跟着德爷混3天饿9顿，但本期挑战他的伙食简直不要太好，不仅抓到了1只2斤半的土拨鼠，还吃上了香喷喷的地鼠烤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野炊的。为了能在荒野界叱咤风云，本期德爷专门向自然之子马特发起挑战。这家伙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，不仅有着丰富的野外求生经验，而且还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。100公里仅消耗1双人字拖，一见面两人就开始了商业互吹。本次的挑战地点位于蒙古荒漠，依旧由伍迪老表设计挑战路线，没有缺德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他们需要穿过山谷，翻越沙丘，抵达100公里外的盐田。虽然路线中间有一座获取物资的大山，但他们能携带的装备也只有1把打野刀，因此他们需要合理分配好时间。随后乘坐节目组的虎式坦克抵达挑战地点，多的不说少的不唠，两人随即朝山下一路狂奔。不料山顶突然狂风大作，看样子毛毛大雨即将来临。站在高处简单勘察一下地形，当务之急是在下雨前抵达山谷。另一边的马特被冻得直哆嗦，赶忙穿上隐形斗篷保暖，接着瞄准山谷狂奔。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二话不说趴下蹲蹲蹲，一个不小心发出了给的怪笑。眼看风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马特决定先在这里休整一晚，收集点材料搭建庇护所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德爷还在忙着赶路，由于选择的路线过于陡峭，因此他需要格外小心。可跑着跑着还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等站起身来查看，差点没给他吓尿。再往前一步就是几十米高的悬崖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接下来的路程，德爷小心地贴着地面缓步向下，等到有惊无险抵达谷底，发现天空中有只猛禽在盘旋。根据多年的经验推断，附近的山坡肯定有不少啮齿动物，于是他将寻找食物定为首要任务，将柳树的树根刨出来当绳子，用石头将洞口两侧堵住，然后在中间的出口布置上陷阱，只要有动物钻出来，肯定有来无回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，他将树枝围成一个椭圆形，接着找来一些云杉树枝铺在上面，到了晚上饿的时候还能充当宵夜，最后还得把火生起来。马特用木头加工了一套工钻，经过几十分钟的疯狂摩擦，成功升起火堆。趁着天还没黑，马特又砍了2棵成年的小树，打算将其做成长矛用来狩猎。而另一边的德爷就没那么讲究，随便找了个山洞就钻了进去，他甚至连火都没有升起来。到了第2天，过来检查陷阱，不出意外的话没有意外，里面连根鼠毛都没有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来到山谷看看有没有其他吃的。走着走着，发现地上有一大堆土大黄，虽然这玩意吃多了会拉肚子，但眼下他已经别无选择。好在继续搜索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土拨鼠的洞穴，依旧老规矩，设置一个绳套陷阱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下午就会有所收获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马特发现了一处冰川，考虑到往后很难再有水源补给，随即敲了块又大又小的旺旺碎冰冰，然后拿树皮捆绑固定挂在身上，接着爬到山顶确定好前进路线，放眼望去前方的平原竟比德爷的头发还要荒凉。接下来就到了马特最擅长的领域，就当马特在平原一路狂奔的时候，德爷也过来检查捕鼠陷阱，没想到还真有收获，拎起来一看，竟然是1只2斤半的土拨鼠，赶忙返回营地进行处理。土拨鼠的皮毛不仅可以保暖，还是储存淡水的绝佳容器。然后将肉切成细条，摆在熏肉架上烟熏，再在表面覆盖上一层云杉叶，可以给肉赋予别样的风味。就在德爷忙着烹饪美食的时候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领先了德爷一大截，可所带的淡水也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于是他决定往前方的山谷休整一晚。考虑到晚上的温度会下降几百度，马特决定制作一个土炕过夜。先挖出一个大坑，往里面放上石头，接着升起一堆熊熊烈焰，等烧到差不多后，在表面上覆盖上泥土，坐在上面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经过1夜的慢火熏烤，香喷喷的熏肉总算出了炉，德爷迫不及待吃了起来，一口下去嚼劲十足，紧而不柴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吃饱喝足，德爷将剩余的肉打包起来，然后来到河边将皮草装满水。此时德爷的负重已经超过5公斤，为了节省体力，机智德打算做个雪橇，把物资全部拉着带走。祸害了几根成年的小树，用力将它们压弯，用绳子捆绑固定，就得到了一个大致框架，然后两侧再用树枝进行支撑。没一会，一个制作精美的雪橇就大功告成了。而另一边的马特为了找到水源，再次爬上了山顶，一眼就看到了远处若隐若现的河流，多的不说少的不唠，赶忙朝河流方向跑去。经过几小时的艰苦跋涉，马特总算是来到了河边。此时的他早已口干舌燥，二话不说就喝了起来。而为了能有容器装水，他砍下一根木棍，然后把它劈成2半，接着将里面掏空，把松树枝加热制成胶水，最后合起来压紧。不一会，一个精美的水壶就映入眼帘。虽然能携带的淡水不多，但总比没有的强。而另一边的德爷已经走了大半天，早已累得精疲力尽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就升起火堆，准备休息一晚，明天再出发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第4天，一早德爷就朝着北边进发。此时两人的进度已经不分上下，就这样一直走到大中午，地表的温度越来越高。为了防止中暑吃洗，德爷拿出了水壶，二话不说就吮吸了起来，稍微补充了一点水分。德爷继续朝着前方进发。另一边的马特在赶路时遇到了一座岩石山，走近一看，岩壁上还有许多壁画，上面记录着古人的狩猎场景。受到壁画的启发，马特也觉得是时候找点吃的。
附近草地上生活着不少地松鼠。马特经过几次投掷，成功命中一只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头还真不大，赶忙升起火堆做饭。经过10几分钟的炙烤，一道香喷喷的烤肉大餐就出了炉。马特扯下一块放进嘴里，看表情就知道有多美味，就更别提牛肉的含量还是蛋白质的几10倍了。另一边的德爷已经在沙漠中走了一下午，喝完了水壶里最后的淡水，沙丘看起来还是一望无际，这可把德爷急坏了，搞不好小命要交代在这里。正当德爷不知如何是好时，突然看到了不远处有块草地，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淡水。走近发现脚下的沙子是湿的，于是便拿起棍子开始往下挖，果然没一会就渗出来淡水。利用帽子进行简单过滤，德爷喝的是不亦乐乎。一个不小心又发出给的怪响，随后用木棍将水壶支撑起来，往里面装了满满2升水，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根据来之前查看的天气乱报，本应该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却突然刮起来阵阵妖风，把德爷吹得眼睛都睁不开。看来这条路行不通，赶忙往下走，保住小命要紧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早早穿越了沙丘，来到了一座湖边。考虑到天色已晚，当即决定在这里过夜，接着收集点芦苇围成一个鸟窝，整个人包裹在里面，温暖又舒适。就在这时，德爷也来到了湖边，一眼就发现了不远处的火光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马特。这可把德爷兴奋坏了，这可是一个反超的绝佳机会。于是带着摄影师鬼鬼祟祟从一旁绕过去，一想到立马就能反超马特，德爷又忍不住发出给的怪笑。转眼时间来到第5天，两人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，接下来只需要卯足劲往前冲即可。目前两人的进度不分伯仲，就这样经过半个小时的艰苦跋涉，德爷总算是来到了终点。正当他以为自己是第1名时，马特突然从旁边钻了出来，真的是太离谱了！明明自己已经领先了一大截，没想到还是让马特反超了。德爷表示自己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到此，本期挑战也就到此结束了。